全球最抗造的步枪到底是谁？在绝大多数军民心里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AK-47。泡泥水埋黄沙，随便摔随便磕，脏乎乎擦两下照样开火，皮实程度堪称轻武器界的神车50。这么多年下来， AK 稳坐全球耐用机械天花板，几乎没人觉得有谁能顶替它。但现在这套刻在无数人骨子里的固有印象该彻底翻新了。最近央视军事直接放出王炸画面，国产20式枪族全套极限测试公开，看完只能说以前大家吹 AK 耐造，但放在新一代国产枪面前真的有点不够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很多人对国产老枪的印象还停留在能用靠谱，但极端环境差点意思。直到最近央视军事放出了20式枪族的全套极限测试画面，大家才发现国产轻武器早就偷偷换了赛道，以前的短板全部补齐。论全域可靠性，论极限抗造能力，新一代国产枪族已经稳稳站在全球第一梯队。什么欧美名枪、俄系老牌硬枪，真拉出来硬碰硬，完全有的打。说实话，军用枪好不好用，从来不看发布会吹得有多玄乎，参数再华丽，不如恶劣环境里扛得住折腾。国外大部分制式枪械的出厂测试都挺温柔的，只要常规气候、普通工况不出问题就算合格。但20式枪族不一样，量产之前先要在实验室里挨一遍地狱级毒打。研发团队直接在室内复刻了地球上最离谱的战场环境，极寒、高温、沙尘、泥水浸泡，一套流程全部拉满。不把枪械的极限逼出来，根本别想量产上市。以前外媒总爱阴阳怪气，说国产枪械只能在好天气打仗，环境差一点就不靠谱。现在这套全场景极限测试一亮出来，这些嘲讽基本成了笑话。这么多魔鬼项目里，最让人震撼的还得是极寒测试。零下49摄氏度是什么概念？金属冷缩变形，机械润滑油直接冻成固态，工程塑料脆的一碰就裂，普通枪械丢进去大概率直接卡壳，零件崩裂，激发失灵，基本等于报废。而20式枪族所有型号全都要在这个温度下静置几个小时，整枪彻底冻透，再反复射击核验可靠性。而且不同枪型的考核难度区分的特别细，并不是一碗水端平。其中最卷的绝对是 QGY 201通用机枪，它的考核标准直接卷到行业天花板。零下49度极寒环境，单日不间断连续射击3000发，全程不能卡壳，不能故障，但凡出一点问题直接不合格。懂行的都清楚，低温加高负荷连射是机枪最折磨人的工况，枪管持续高温灼烧磨损，机匣反复承受后坐力，供弹系统不停高速运转，再加上低温带来的材质变硬、间隙变化，双重极限叠加，容错率基本等于0。可这把国产机枪就是扛住了，全程弹道稳定，激发顺畅，硬生生闯过了这套几乎不讲道理的极寒试炼。打完北极级别的严寒，接下来还要挑战撒哈拉级别的高温暴晒。测试舱温度直接拉到55摄氏度，让整枪长时间蓄热，完美复刻热带荒漠、戈壁荒原的极端高温环境。现在的新枪大量用上轻量化工程塑料，这种材料最怕高温，一暴晒就容易软化、变形、脱粘。这也是很多外国机械一到热带战场故障率飙升的主要原因。20式枪族用的新一代改性塑料属实有点离谱，工作区间直接拉满，零下50度到零上60度随便造，冷不脆，热不化，环境适配性吊打一大票同级外国枪。如果说高低温只是基础通关项目，那沙尘和积水才是真正藏在战场上的枪械隐形杀手。真实战场哪有干净整洁的射击条件？漫天黄沙、暴雨泥泞、风吹雨打、泥水浸泡才是士兵日常面对的环境。所以测试环节专门安排了超细扬尘考核，粉尘细得跟面粉一样，在密闭舱里到处飘，能见度直接压到1米以内。这种无孔不入的细粉尘直接能钻进枪械所有微小缝隙，足以把绝大多数精密枪械直接卡死。但参与测试的191式自动步枪全程打得行云流水，没有一次卡顿，没有一次故障，防尘能力直接拉满。淋雨测试同样不留情面，不仅模拟高强度持续降雨，还复刻了河水浸泡、泥沙冲刷、淤泥堆积的真实场景。
也正是这些看似多余的极限冗余测试，才让20式枪族在真实复杂的战场上拥有了远超常规枪械的可靠性。很多军迷肯定好奇，这套测试标准放全球到底是什么水平，能不能跟国外那些老牌名枪掰手腕？当然可以，就拿全球4款主流7.62 通用机枪来说，美军 M240、德国 MG3、比利时 FN-MAG、俄军 PKM， 数据摆出来，差距一目了然。QGY201 极寒测试阈值零下49度，稳压 M240 的零下40度， MG3 的零下35度， FN-MAG 的零下46度，最关键的可靠性差距更是夸张。极寒环境连续射击考核，QGY201 要求3000发零故障，反观 M240 仅800发，FN-MAG 仅750发，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考核难度。不得不说，国产轻武器真的完成了逆袭。早些年只能跟着国外标准走，靠仿制追赶勉强跟上节奏，现在的20式枪族靠着一套第一局测试，一套自主标准体系，直接站上全球第一梯队。曾经国产枪只能做到够用，如今的国产制式装备拥有远超多数西方装备的性能冗余。不管是极寒暴雪、酷暑戈壁，还是沙尘漫天、泥泞积水，各种极端战场环境都能稳定输出。与其无脑吹捧 AK 的耐造神话，不如看看真正适配中国全域战场的20式枪族，这才是属于中国战士的硬核国货，也是当下全球轻武器可靠的全新天花板。很多人看完极限测试都会好奇，整体实力全面进阶的20式枪族到底是一套怎样的装备体系？不同于大众认知中单一型号的枪械，20式枪族是解放军全新列装、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制式轻武器矩阵，并非单一枪械升级，而是覆盖全军步兵、特种兵、警务作战的全套轻武器更新方案。2022年珠海航展首次完整公开亮相，随后逐步批量列装，全面替换服役多年的95式枪族及各类老旧装备。整套枪族品类齐全，分工明确，涵盖5大核心品类，包含制式手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、精准狙击步枪、班组机枪与通用机枪，细分出10余款定型型号，能够全方位覆盖单兵近战、班组火力压制、中远距离精准狙击、特种隐蔽作战等全部战术场景，是目前国内适配性最广、综合性能最均衡的轻武器体系。对比大众熟知的95式枪族，20式枪族的升级是全方位无短板的跨越。受限于早年的研发技术和设计理念，95式枪族存在不少固有短板，外部拓展接口稀缺，人机适配性普通，枪械使用寿命较短，极端环境稳定性有限，长期难以适配现代化战术作战需求。而20式枪族彻底摒弃了老旧设计思路，全程围绕轻量化、高可靠、模块化3大核心方向研发，针对性补齐了过往国产轻武器的各类短板，实现了质的飞跃。轻量化优化是20式枪族最直观的升级亮点，整套枪族大规模采用新型高强度复合材质和轻量化航空金属材料，在保证枪身结构强度、抗冲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，大幅降低枪械自重，有效减轻单兵携行负担，更适配长时间行军、高强度野外作战。同时，全系标配可伸缩枪托、双侧对称操作按键，能够适配不同身高体型、不同持枪习惯的士兵，人机功效大幅优化，新手上手难度更低，实战操作更便捷。此外，全系标配的全通皮卡丁尼导轨是20式枪族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设计，可以根据作战需求灵活加装光学瞄准镜、全息瞄准镜、战术灯、激光指示器、夜视配件等各类战术装备，彻底解决了老款枪械拓展性不足的痛点，能够根据不同作战场景快速改装适配，战术灵活性大幅提升。机械使用寿命的翻倍升级也是20式枪族的核心突破。还有以往国产制式枪械的全枪使用寿命普遍偏低，多数型号仅能完成5000至10000发射击，长期使用成本较高。而20式枪族通过重新优化机枪结构、升级内部耐磨材质、精细改良加工工艺，使全枪使用寿命提升1倍以上，所有主力型号使用寿命均突破2万发，大幅降低了部队装备更换频率和日常维护成本，长期使用性价比优势十分突出。更关键的
是20式枪族的全方位性能突破，依托的是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军工体系，从极限测试设备、精密加工工艺到整体设计标准、弹药适配体系，全部实现国产化研发与生产，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、进口设备的依赖。整体而言，20式枪族早已跳出勉强够用的低端定位，凭借充足的性能冗余、全域适配的可靠性、灵活的模块化拓展能力，成为守护国土安全、适配现代化作战的硬核国货，也重新定义了现代轻武器的可靠标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